印度和巴基斯坦这对宿敌最近又打起来了。5月7号的午夜刚一过，印度向巴基斯坦的境内发射了几十枚导弹，紧随其后，双方还爆发了一场非常不激烈的空战。这场空战让这个原本发生在克什米尔地区的一个局部武装冲突的关注度一下子拉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事情的原委还得从4月22号开始讲起。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有一个地方叫帕哈尔干姆。这帕哈尔干姆景色非常秀丽，据说有一条山谷被人称之为印度的瑞士，常年有各种旅行团到这儿旅游。4月22号这一天有一个旅行团在这个地方的一个草坪正在野餐，突然来了一群恐怖分子，对这些游客开始大开杀戒。这些恐怖分子就问这些游客，你是不是信仰伊斯兰教？信仰伊斯兰教的就能活命，不信仰伊斯兰教的就当场杀掉。据说当场一共是杀了26个游客，还有20个人受伤。被杀的这些游客中间一共有25个印度人，还有一个来自于尼泊尔的外国游客。这消息传开之后，印度举国愤慨你想想，这是不折不扣的恐怖袭击，那是什么人干的呢？据说是一个叫这个虔诚军的组织他们干的，当然他们自己也没承认这虔诚军是什么来头呢？它隶属一个叫克什米尔民主抵抗阵线的组织。这克什米尔民族抵抗阵线它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恐怖组织。它主张克什米尔地区要搞独立，而且呢还必须通过恐怖袭击的方式谋求独立。大家都知道，这克什米尔这个地方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一个火药桶，一个难解的死局。当年的印巴分治的时候规定，信仰伊斯兰教的到巴基斯坦，信仰印度教的归印度。但是克什米尔这个地区有点特殊，它大部分居民信仰伊斯兰教，但是它的领主信仰印度教。当时这个人犹犹豫豫，最后还是加入了印度加入到印度之后，巴基斯坦就不干了。他说：“你这个信仰的话，你应该按照居民的人口成分去确定你不能领主你信仰印度教，你这个地方就归印度了。”这印度说：“人家领主人家有决定加入到哪儿所以双方不就打起来了吗？发生了历史上2次克什米尔战争战争的结果呢，就是印度占了一部分克什米尔，中国占了一部分克什米尔。你比如说中国的那个阿克塞沁地区中国说这阿里地区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但印度说这克什米尔的地区阿克塞沁就是印度的当然巴基斯坦也占了一部分，所以克什米尔现在就是基本上是3分天下，中国占了一小部分，印度占了一大部分，巴基斯坦也占了一部分。但是在印度占领的克什米尔这个区域里面，它的居民大部分还是信仰伊斯兰教，所以这些人据说是在印度也受歧视。那么有些人呢就被他们驱逐出去，又跑到了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区域里面去在这个过程中就滋生了一些极端的组织，就比如说像这个克什米尔这个民主抵抗阵线，他们就认为，那既然你们双方争来争去，是吧，也不能归到巴基斯坦了，那干脆我们克什米尔独立吧。当然了，我们也没什么独立的本钱也打不过你们印度军队，怎么着？我们就采用恐怖袭击的方式。2008年的时候，那恐怖分子在孟买就制造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导致了164人死亡。2019年的时候，这些恐怖分子就在印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制造了一支恐怖袭击事件，导致19人死亡。印度说不能这样后来印度就组织了一支特种部队，直接进入到了巴基斯坦，把这些恐怖分子的营地都给捣毁了。因为这些恐怖分子他的营地主要都在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印度就说这些恐怖分子说是他们自己独立干的，其实都是你们巴基斯坦干的。你看这些恐怖分子营地在你们巴基斯坦，跟你们巴基斯坦的军队、情报组织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你们自己不管，我们就只能我们来管。所以派这个特种部队直接进入到巴基斯坦，开始扫荡这个恐怖分子的营地。巴基斯坦说这些恐怖组织跟我没关系，我们巴基斯坦充其量对你印度驱逐的这些人民施之以一些道义上的支持，恐怖活动跟我们没关系。但是你们印度军队直接进入到巴基斯坦那是不行的，这是对我们主权的赤裸裸的践踏呀。所以双方你可以看到了吗？一个是跨境恐怖袭击，一个是跨境对恐怖行为的惩罚。所以双方在过去这些年打的是不可开交。2019年的时候，当时这些恐怖分子又从巴基斯坦的境内跑到印度境内制造了一起汽车爆炸事件，死了40个人。
这印度当时又开始报复啊，又是打导弹，就直接派空军到巴基斯坦的上空去打击这些恐怖分子。结果巴基斯坦的空军啊起飞飞机之后迎战，还把印度的一架米格21的飞机直接给击落了。这个飞行员呢被他们给俘虏了，当时还闹得非常大啊。这次事件发生之后，那印度肯定也不干呢。印度首先宣布准备终止印度河的条约。印度河的条约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就印度河水的分配签订的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很重要啊，因为印度河的上游在印度，下游在巴基斯坦，所以印度可以左右印度河上游的走向，也包括水源的分配。那巴基斯坦呢，跟印度之间就有一个协议，双方就水源的分配以及对印度河啊这个利用有一个基本的共识。印度说我们现在不搞了，我们要终止。巴基斯坦说你要敢废除这个条约，这就相当于宣战。巴基斯坦也说你要这么搞，我就宣布废除希拉姆条约。这希拉姆条约是当时双方啊克什米尔战争打不下去之后签订的一个条约啊，就双方承诺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双方的分歧。那我要废除了，那意味着什么？和平手段没有了，就直接开干了，双方两个国家要恢复到战争状态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剑拔弩张，在过去这么多年啊，一直到现在都是如此。因为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国家也非常特殊啊，全都是有核国家呀。印度据说有300多枚核弹头，巴基斯坦少一点，也有160多枚啊。所以这两个有核国家啊，其实战争的规模很难进入到全面战争的那个程度，但是小规模的这种局部的冲突，这些年是一直在打，已经变成了一种新常态。这个4月22号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估计啊，印度就下定决心要再次对巴基斯坦进行报复。所以5月7号这一天啊，凌晨1点03分，他们向巴基斯坦境内的9个目标发射了24枚导弹。巴基斯坦说啊，一共炸死了他们8个人，据说有一个还是带着清真寺的小学，还有一些孩子都被炸死了，残忍呐！印度你这个残暴啊！而且据说这死亡数字到了5月7号的上午的时候呢，就上升到了31个人。那么5月7号上午的时候，这巴基斯坦就发布了一个战报，说啊，双方在紧随其后还发生了一场空战。这空战过程中啊，巴基斯坦击落了6架印度的飞机，其中有3架是法国的阵风，还有一个苏30，还有一个米格29，还有一个印度军方的来自于以色列的无人机。而巴基斯坦这方面呢是毫发未损。这个消息公布了之后啊，立刻引起了世界舆论的强烈关注。为什么呢？这法国的阵风飞机啊，是欧洲啊那王牌飞机啊，法国现在明星飞机，是号称是4代半，也就是说仅次于现在的第5代战机中间的隐形飞机，比如说中国的歼20啊，中国的歼35啊，美国的这个 F-22啊，包括美国的 F-35啊，在这几架隐形飞机之下，那就是4代半嘛。这4代半里头最先进的飞机，美国的 F-16A， 法国的阵风，那这是国际上一线最有名的4代半的战机了啊！一架飞机销售价格是2.8亿美金。印度空军呢，咬咬牙一共买了36架，是印度空军中间呢最先进的飞机，那是当家的宝贝啊！那一下子被打掉3架还得了啊？那包括苏30飞机，那苏30飞机那是印度飞机中间最大的机群，据说有100架，那是主力战机群呐。那这么轻而易举的6架飞机就给干掉了，这对印度来说那不是灭顶之灾吗？而且巴基斯坦说了啊，击落印度飞机的是来自于中国的歼10C， 用的什么导弹呢？用的中国的霹雳15，这消息也让大家大吃一惊啊！你想想歼10C啊，也是中国的4代机，但是这4代机啊，从中国列装已经都差不多20年了，在中国还不算是水平特别高的战机，因为在中国的歼10C上面呢还有歼15、歼16，还有歼20、歼35。那你想想，中国的这个歼10C出口型的，比国内自己用的型号还是落后一点的，轻而易举的就打掉了印度的王牌飞机，打掉了欧洲的王牌飞机，那这一下子就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关注，是真的吗？印度对此保持沉默。环球时报在5月7号那一天在网上就说了，说巴基斯坦击落了3架印度飞机。那当时啊，
印度驻中国的大使馆还在这上面说这是个虚假新闻，不承认。但是在5月7号这一天啊，就陆陆续续啊有一些视频放出来。什么视频呢？就是当时印度啊本地就有一些人就发现了一些残骸，飞机的残骸。其中有一个视频呢，是一段发动机掉到地上了。这发动机掉到地上之后，那本地人就是拿着个手机拍完之后上传到社交媒体上了。这发动机很多人眼尖，说这个发动机啊就是阵风的，因为阵风发动机啊，它那个尾部那个管子它是有适量口，那一看就是阵风的飞机。紧随其后又发现了这个残骸中间有一个尾翼，这尾翼上啊就有印度飞机的编号。叫 SB001，就是印度那个阵风战斗机群中间的那个飞机编号。那至此啊，你至少有一架阵风战斗机被击落，这个也是显而易见的。当然了，也有人说了，这不一定是巴基斯坦打下来的，也有可能是印度飞机自己掉下去的，对吧？但不管怎么样，肯定是有一个阵风战斗机坠毁了，而且还找到了中国的霹雳15的导弹残骸，导弹炸完了之后的残骸也掉地上去了，被人找到了。那么印度啊，在当天晚上就说了，他说好像是在印度境内啊有3架飞机坠毁了，但是他既不讲这个3架飞机是哪个国家的，也不讲是怎么坠毁的，就含含糊糊啊就说自己的这个境内有飞机坠毁了。其实这个确实是不太好承认的。2019年那次啊，那不印度的飞机被巴基斯坦击落了吗？这印度一开始也不承认，含含糊糊的，后来他自己的飞行员被人抓起来了，接受媒体采访了，这印度才开始承认。那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啊。所以在5月7号稍晚的时候，法国一个情报组织的人呢，据说向 CNN 就证实说，的确有一架阵风战斗机被击落了，但是还有没有更多的阵风战斗机被击落啊？这事不确定。紧随其后，这巴基斯坦他那个副总理啊，好像是外交部长，就在他的议会就专门做了一个报告，那当时很兴奋。他说当时在今天早晨4点钟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消息啊通报给了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双方是哥们儿嘛。जिन्होंने इंडियन राफेल गिराए हैं, वो फ्रेंच 3 राफेल है, एक मिराज है, एक SU-30 है। हमारे जो थे वो J-10C थे। ये तमाम चाइना के साथ कोलैबोरेशन वाले ये जेट फाइटर्स हैं。说这个就是用中国的歼十 C， 用中国的霹雳15击落了印度的这6架飞机。कह रहे थे हमारी मशीन तो बड़ी जबरदस्त है राफेल की, ये तो उनके पायलट बिल्कुल नकम्मे थे कि वो जो सही तरह लड़ नहीं सके। लेकिन इधर जो गाड़ी थी वो J-10C थी और बहादुर पायलटों ने वहां तो सुने कि उनके जो स्क्वाड्रन हैं वो मुकम्मल नहीं है। हमने देखा कि 2 आर्मी के सीनियर जर्नैल को फारग हुए इस पिछले चंद दिनों में। एक नंबर 2 जो थे एयरफोर्स के, वो फारग हुए। तो उनके आपस में यानी एक पेज पे नहीं थे कि उन्होंने क्या करना है। तो ये एक पॉलिटिकल प्लॉय है और इसको हमारे नजदीक。而且他当时讲到了，他说当时原本有机会啊击落印度15架飞机，后来啊怕印度损失太大，打疯了，印度报复跟巴基斯坦搞全面战争，所以他们很克制了一下，打掉了6架。这话说的就很屈辱了啊！就对印度来讲啊，你想想，人家说轻而易举的就把你阵风战斗机都给击毁了，而且人家原本可以打掉你15架，最后人家没忍心，人家只打掉了你6架，这是什么感觉啊？मैं डर गया ਇੱਥੇ ਚੱਲ ਪੈਣ ਮੈਂ ਕਹਿੰਦਾ ਗੋਲੀਆਂ ਥਾੜਦਾ ਕਿੱਟੂ ਕਹਿੰਦਾ ਮੋਟਰਸਾਈਕਲ ਨਿਕਲਿਆ ਮੋਟਰਸਾਈਕਲ ਵਿੱਚ ਨਹੀਂ ਆਉਂਦੇ ਜੀ ਮੇਰੇ ਇਹਦਾ ਪਾਸ ਸਾਲੇ ਮਜੇਲਾਂ ਪਈਆਂ ਓਏ ਉਹ ਵੇਖ ਮਜੈਲ ਪਈ ਐਡੀ ਹੁੰਦੀ ਹੈ ਮਜੈਲ ਥੋੜਨ ਵੇਖ。但是后来呢，印度好像已经承认还有一架苏30飞机也不见了，
也是跌落到了印度的一个山区里头，好像这个残骸也找到了。还有一架米格飞机，也有人说不是一个米格飞机，有可能是幻影，因为印度军方也有幻影飞机。所以现在基本上可以确认的事实是印度至少损失了3架飞机，另外2架飞机现在咱们不确认到底有没有被坠毁。那么中国的这个歼10C为什么能够跟这个阵风战斗机在空战的过程中取得这么大的成绩呢？我看网上有很多人做了分析这分析还挺有道理的印度媒体还一度鼓吹说1架阵风可以对抗5架中国的歼20，可这一战打完，阵风彻底跌落神坛。别说对付5架中国歼20了，恐怕连枭龙3都打不过。因为阵风没有真正的隐身性能，在面对严密防空网时，阵风也基本是来多少送多少。这也反向说明了要突破现代防空网，隐身战斗机是最起码的一个标配。其次呢，就是印度缺乏先进的电子战飞机。为什么胡塞可以连续击落沙特的 F-15战斗机，却无法击落美军、以军的 F-18、F-16战斗机？根源就在于美以联军率先实施了电磁压制，可印军呢，在发起空中突袭的时候，并没有强大的电子战能力，这是印度空军最薄弱的一环。而巴基斯坦空军装备的枭龙3、歼10C 都配置了先进的电子战吊舱。当阵风靠近巴基斯坦领空的时候，歼10C 就率先对阵风实施了电子压制，同时配合地面防空雷达、CDK-03预警机发射霹雳15空空导弹，再加上中继制导，阵风战斗机根本就无处可逃。而印军的苏30、米格29都过于老旧了，是苏联时期的技术，更不是歼10C的对手。那么其3就是印度没有数据链的攻击能力。对顶尖的大国空军而言，数据链攻击已经成为超级门槛。纵观全球，目前也只有中美能单独做到，而巴基斯坦空军的数据链攻击能力则来源于中国技术的赋能，比如红旗9防空雷达率先锁定印度的阵风，歼10C 同步获得了情报共享，在200公里外迅速发射霹雳15空空导弹。那么阵风这时候发现自己被锁定以后，就要赶紧撤离，但是 CDK-03预警机则提供了中继制导，引导霹雳15死死咬住阵风，直到将其击落。同样的战术，印度就做不到。为什么？它的菲尔康预警机是以色列的 ，S-400是俄罗斯的，阵风是法国的。这些武器装备之间技术独立，互相隔离，信息无法做到互通，只能被动挨打。不过我看完这个新闻之后呢，我有点疑虑，有点疑问。什么疑问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了吗？这次印度被击落的战机都在印度的境内，并不在巴基斯坦的境内。这有2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印度的飞机起飞之后它其实根本不想进入到巴基斯坦，它就在印度的境内，然后呢，在印度的领空向巴基斯坦的境内发射导弹。这样的话，它不是等于没入侵巴基斯坦的领空吗？同时也防止巴基斯坦的空军起来之后来击落这个印度的飞机第二种可能就是印度的飞机刚刚起飞之后，还没飞入到巴基斯坦的境内呢，就被巴基斯坦飞机打了一个埋伏，直接给消灭了。就这2种可能。至于到底是哪种可能呢？现在还不太清楚但是我感觉给人感觉这次印度空军确实是吃了巴基斯坦空军的一个埋伏。有可能的是，就是印度的空军根本没有想到巴基斯坦的空军呢提前做好了这样的准备。他可能飞机上装的主要都是一些对地攻击的一些导弹，但是巴基斯坦呢这边可能这个印度那边导弹一开始袭击的时候，他们的预警机就上天了，甚至飞机就已经可能上天了，就在空中开始巡弋。结果印度的飞机刚一起飞之后，这面预警机就发现了，然后那面的歼10C、霹雳15的导弹就发出去了。这霹雳15的导弹有个特点就是 A 发射 B 可以导，可以制导，也就是说歼10C 发出去之后就不管了，发完之后就直接走了。预警机直接可以指挥这些霹雳15的导弹去袭击那些印度的飞机，所以呢，印度的飞机可能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纷纷击落了。不管怎么样吧，那么这一次空战呢，应该说对印度的空军是一个毁灭性打击。你想想，自己1天之内被击落至少3架飞机吗？多了有可能是5架6架嘛。那印度飞机印度的空军呢，一共1000多架飞机但是说实在的，4代机加起来就是那么100-200架，
36架阵风，有100架左右的那个苏30，然后再加上一点米格29，其他的飞机有的话实际上跟没有也差不多了啊。就这点家底儿，1天之内被打掉5架，你想想这损失实在是太巨大了。而且他可能都没摸到巴基斯坦空军的那个样子就被击落了，那这个对士气打击太大了。这个对巴基斯坦来说，那绝对是鼓舞士气，是吧？一夜之间就消灭掉5架或者6架，就保守一点3架印度的飞机，那你印度没有占到丝毫的便宜啊！你本来要惩罚巴基斯坦，结果呢自己被惩罚了，那对于巴基斯坦来说，这是扬眉吐气啊！对于中国来说就更是如此了啊！中国这次呢，本来印度和巴基斯坦打架的过程中，中国就是作壁上观，在印度边境里头搞军事演习，给巴基斯坦搞一点后劲儿。但是啊，现在巴基斯坦的空军几乎都是被中国的这些飞机武装起来的。你比如说，巴基斯坦现在空军的主力战机是枭龙，有100架左右。这枭龙战机啊，是跟中国联合开发的，实际上说是联合开发，也主要是中国开发的，然后冠上巴基斯坦的名义，是吧？然后呢，在巴基斯坦生产，这是巴基斯坦的主力的飞机啊。然后就是歼十 C， 歼十 C 一共有25架。这歼十 C 25架，据说是2022年啊签署的协议，2023年中国卖给了巴基斯坦。中国交货非常快啊，就是8个月的时间就给了巴基斯坦啊这8架飞机。2023年年底，25架歼十 C 的飞机全部进入到了巴基斯坦的空军序列。当时巴基斯坦买这个歼十 C 的时候啊，其实就是为了对付印度空军的这个阵风，因为印度啊当时买了36架阵风啊，巴基斯坦的空军一看枭龙可能对付不了阵风了，于是咬咬牙从中国买的一架飞机，据说是4000万美金。这4000万美金啊，对于4代机来说确实是价格非常便宜啊。你想想，你印度的这个阵风飞机一架是2.8亿美金。中国的歼十 C 飞机一架只有4000万美金，也就是说，你买一架阵风飞机可以买7架歼十 C 啊，那完全不对等啊。结果这歼十 C 起飞之后就把阵风飞机直接给干掉了。你想想，这意味着什么？这是意味着中国的这个飞机，你不但价格便宜，而且战斗力还爆表啊。那这个对整个国际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震撼。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这些军事装备啊，这些年确确实实啊，在脱胎换骨、改朝换代。中国的这个军机从歼十系列开始，包括自己的歼15、歼16、歼20、歼35，中国自己号称都非常非常厉害了。但是呢，国际社会上大家都是半信半疑，因为中国所有的这些军机啊都没有经过实战的检验，就不知道你这个真正打起来是什么水平。但是你想 F16，也包括法国那些阵风，是吧？那人家都打过仗的，确实是非常厉害啊。那么你现在这一次，你歼十 C 在实战过程中间直接打掉了阵风，打掉的还不是一般的飞机啊，打掉的是阵风，相当于打掉了 F16啊。那这是西方的名机啊，那至少验证了中国军机的战斗力。那这个战斗力啊，就从过去大家疑虑到正式到被接受，也就是说，中国的军机啊，慢慢的，可能它的战斗力就爬升到了国际一线水平。这对中国的这个军售来说，那是一个好消息啊。说据说当天成飞的那个股票当天就涨了20%啊，因为这就是一个天大的广告啊。你想想啊，过去中国这个歼十啊，一直想往外卖，也不好卖，好像没什么人买，所以中国实际上卖给巴基斯坦啊，这4000万一架也是半送给他，是希望就此打开国际销路。据说现在除了巴基斯坦之外，这歼十 C 啊，只有埃及空军表示啊，想要从中国这个地方购买，其他国家好像没什么兴趣，都认为你这中国这军机买完之后会不会是纸老虎，是个样子货呀？但是你想想，这次歼十 C 直接通过数据链，直接通过这个霹雳15把这个阵风都给干掉了，这可是价值100亿美金的大广告啊！那你像那个比较穷的国家，
买过中国低端的骁龙的，像什么缅甸呐、孟加拉国啊，很可能就会继续买中国的歼10C，也包括伊朗啊，他买不到美国的飞机啊，很有可能去买歼10C，包括土耳其啊，这些国家都有可能，所以有可能打开中国军售的市场。更重要的是，使得中国的这个军售的这个份额啊，或者说这个结构啊，从低端的武器的销售慢慢爬升到高端市场，那就挣钱了。你想想，这歼10C要是一架要是能卖个1亿多美金，那中国这不就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吗？是不是？所以对中国的军工企业来说，这是个强刺激啊。更重要的是啊，这实际上这件事情如果是真的话，整个国际社会都需要对整个中国军力要进行重新评估。你想想，我刚才讲了，歼10C在中国啊，一共列装了600多架，是中国空军的主力战机，但是它并不是中国空军里的最先进的，在它之上还有歼15、有歼16、有歼20、有歼35，歼20现在已经有差不多200架了。那么，如果中国的歼10C都能跟阵风战斗机打成这样，那么中国的歼15、歼16再加上歼20、歼35，那你想想中国空军的真实战力到底是个什么水平？可能就被很多国家低估了。过去大家一直认为中国的这些军队，包括海军、空军都没有经过实战检验嘛，所以你再建的漂亮，可能也都是样子货。但是现如今经过实战检验的战力的中国空军的装备，可能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所以在这个事情出来之后啊，有些人评论说，他说啊，这过去被低估的这个龙爪啊，已经露出了它的锋芒。整个全世界其他国家的军队啊，可能都需要对整个中国军队的战力进行重新评估，并正视它的存在。这个对整个世界的军事格局来说，可能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战。好了，我们最后啊，还是希望啊，中国战斗机啊，这个比较厉害的同时啊，巴基斯坦和印度之间啊，最好还是不要打了。这个地方打来打去啊，也不太可能打出什么结果来。两个国家都有核武器，你能打核战争吗？打不了嘛。你现在克什米尔这个地方，双方各站在一块儿，是吧？最好还是通过谈判来解决，双方各自站一块儿啊，然后呢，能够通过签署一个和平协议的方式，彻底解决两个有核国家之间的领土纷争。我觉得这才是一个正路啊。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इसी तरह चीन के रास्ते थे। सुबह 4 बजे चीनी पूरी टीम अपने सफीर के साथ फॉरेन ऑफिस में मौजूद थी और हमने उनके जरिए जो कुछ उस वक्त जो कुछ हुआ था वो तमाम तफसील उनको कम्युनिकेट की, दोस्त मुल्क होने के नाते, और उन्होंने बड़ी